各位老师们，大家好。有老师在培训课程中提到，希望能够有不同的口音来念课文，让学生可以熟悉不同的腔调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意见。而现在人工智能科技已经可以协助老师们轻易地达到这个目标。在这里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如何使用 Microsoft ClipChamp AI 来完成老师们希望达到的目标。首先可以在 Google 上检索 ClipChamp， 找到连结之后点选下载，安装完成之后就可以用您的账号登录开始使用。ClipChamp 是一个功能相当强大的语音编辑软体，我们在这里只使用它的文字转语音功能。如果您需要使用它的影音编辑功能，您可以登记它的升级功能，以每个月10元美金的价格升级为全功能版。在这里我们只用它的文字转语音功能，以最小的影片解析度输出，目前是属于试用版允许的范围功能。登录之后您可以看到这个画面，因为我已经使用过，它已经记得我的账号，所以会出现很高兴再见到您的信息。我已经忘了第一次使用时它是出现什么信息了。请点选建立新影片，进入到影片编辑的页面，接着请点选录制并建立，跳出4个深蓝色的或浅紫色的选框。我们要使用的是文字转换语音功能，所以点选最下面这个文字转换语音。因为我的电脑作业系统是中文的，所以程式自动帮我安排了语言的优先顺序是中文、台湾国语、繁体。在语音的选项部分，预设的播音源是萧晨，我们就先使用这个预设的播音源来录制我们的第一版声音。接着请在大方框里输入我们要录制的文字，接着点击预览下面的大箭头，随着进度标示由左至右完成录制之后，我们点选储存至媒体的大蓝色方框白体字。这时我们会看到影片编辑画面左上方逐渐呈现一个完整的声音档案，用滑鼠点选这个档案，把它拉到中间下方的编辑区，点选播放箭头，就会听到刚才录制好的声音。你姐姐是学生吗？接着再一次点选左侧录制并建立的选项，重新跳出4个深蓝色或浅紫色的选框，再次点选文字转换语音的功能框，重新进入到文字转换语音的选项框。这次点选语音下方主播源萧晨右侧的下拉选单箭头，你会看到3位播音员的名字。这次我们点选第2位，在大方框中贴上刚才同样的文字，然后点选预览下方的大箭头，进行文字转换语音工作。转换完成之后，电脑会自动读出转换成的语音。你姐姐是学生吗？这时再点选右侧蓝方外储存至媒体的按钮，将录制好的语音存储到媒体储存区，然后将新加入的语音档拖移放置在工作区前一个语音的后方。接着再重复刚才的动作，选取第3位播音员，将第3位播音员录制的声音从媒体储存区拖移到刚才那2个声音档的后方。你姐姐是学生吗？你也可以在语言的下拉选单中选取其他的语言，比如说我们选取中文、国语简体，在声音的下拉选单中有许多播音员可以供您选择，选择其中1位播音员之后，再一次将要录制的文字贴上。这时要注意，贴上的文字中若有繁简不同的字体时，必须要贴上简体字，否则读音就可能出错。譬如说我们原先贴上的姐姐是繁体字的姐姐，程式就无法发出标准的姐姐读音，我们必须要换成大陆所用的姐姐，才能正确的发出姐姐的读音哦。你姐姐是学生吗？完成文字转换语音后，同样的将这段语音储存至媒体，然后从媒体区中将刚完成的语音拖放到工作区，放到之前已经完成的语音后面。完成语音的录制之后，点选右上方退出按钮，在影片品质中点选 480p， 然后选择你要储存的这个影片档的资料夹，并且设定储存档案的名称后，点选储存。等完成储存动作后，你就可以在储存的档案夹中使用你制作的档案咯。 Gloria， 你姐姐是学生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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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们没有放图片，所以制作出来的影片档是黑色的画面。你可以运用自己熟悉的语音编辑软体，将这个档案另外转成纯声音的 MP3 档，或者你也可以在 ClipChamp 输出语音之前另外加入图片档，做成有图像的影片档哦。现在 AI 技术蓬勃发展，有好几个可以将文字转成语音的应用程式。因为那些程式大部分都只有很短的试用期，不像 Microsoft 的 ClipChamp 试用版，只要你不使用到它的高阶影像编辑功能，就可以长期的使用我们所需要的文字转语音这一部分的简易功能。以上是我使用 ClipChamp 文字转语音功能的心得，简单的制作一个说明影片跟各位老师们分享，祝各位老师们教学愉快哦。